就这样，继云梦江氏之后，兰陵金氏也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因为有金光善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仙门百家对云梦江氏有贼心，却没有那个贼胆。江家内部更是人心惶惶，他们不知萧峰为何阻止其他家族吞并云梦。直到云梦成为魏无羡名下私有产物，他们才知道萧峰当初为何出头。至于兰陵金氏，则被小望县联手打得怀疑人生的温若寒攻占，从此金家所有人都成为岐山温氏的奴隶。也不知温若寒哪根弦没有搭好，竟然把之前隶属于兰陵金氏的百凤山以及他们岐山温氏的穷奇道以及夷陵划分给了魏无羡。待蓝忘机和魏无羡修为接近金丹后期，萧峰听到系统久违的声音：“萧大王，我们该离开这个世界了。”萧峰道：“好。”临走时，萧峰对青恒君道：“我这里的徒弟还有他未来道侣就交给你了。”青恒君拱手：“萧先生，无需提醒，蓝某也会好好保护这两个孩子。”萧峰颔首。魏婴凑到魏无羡跟前：“你和大战哥哥的窗户纸戳破了没？”魏无羡小声：“还没。”魏婴低声：“你是不是不行？”魏无羡道：“你才不行，我只是在等蓝湛先跟我表白。”魏婴哦了一声：“那你继续等吧。”笑着点点头。魏无羡道：“小阿英，你和小蓝湛离开后，我和蓝湛都会想你们的。”魏婴道：“师娘现在还差5魄，我觉得我和湛哥哥还有师父以及师娘会继续回溯。”魏无羡摸着下颌：“极有可能。”魏婴也摸着下颌，说：“真的，大阿英，我没想到师娘的性子比咱俩还皮，捉弄人的把戏可谓是层出不穷。”魏无羡道：“所以你好自为之。”魏婴收回目光，魏无羡就要从灵泉里出来，却被魏婴阻止。他比划道：“大阿英，你可是乱葬岗上空掉下来的大馅饼，差点砸扁我和湛哥哥，还好师父把你放到灵泉里。你先别急着出来嘛，这个灵泉对你身上的伤势有好处。”闻言，魏无羡停了下来，他确实感到自己身上的伤在接触灵泉后有愈合的迹象。只是这小孩为何一直叫他大阿英？还有他旁边的那个白衣男孩，头上戴着一条墨额，眉眼和小古板极其相似，简直像是和小古板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见魏无羡一直盯着蓝湛看，魏婴起身挡住魏无羡的视线，宣告主权：“大阿英，湛哥哥是我一个人的，你不许打他注意。”魏无羡却问：“你叫他什么？”魏婴笑眯眯：“湛哥哥。”魏无羡愕然：“他是蓝湛，那你是？”翻了个白眼，魏婴嫌弃道：“大阿英，你记性真差，连小时候的自己都不记得。”魏无羡懵逼：“你是小时候的我？”魏婴道：“是呀，是呀，难道你不觉得咱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魏无羡摸了摸鼻子：“我只是觉得你口中的湛哥哥和小古板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没想到他就是小古板小时候。”魏婴疑惑：“小古板？”魏无羡道：“就是和我一般大的蓝湛啊。”冷然一笑，魏婴道：“原来你把你家湛哥哥叫小古板，可是上个大阿英一直管大湛哥哥叫忘机兄呀。”魏无羡道：“我也叫过蓝湛忘机兄，可他压根就不睬我。”噗嗤，魏婴笑了：“他不是不睬你，而是不想跟你称兄道弟。”魏无羡哦了一声。这时萧峰走了过来：“无羡，你是不是已经把金丹剖给了江城？”如临大敌地盯着萧峰。魏无羡问：“前辈如何知道？”萧峰还未回答魏无羡的话，就见他小徒弟暴跳如雷，指着魏无羡鼻子：“卧槽，你脑抽的病已经犯过了。”魏无羡对道：“你才脑抽。”魏婴道：“你不脑抽，那你怎么把金丹剖给害死咱们阿爹阿娘的仇人之子？”魏无羡大惊：“你说什么？”魏婴道：“我说。”萧峰蹙眉：“阿英，你先让大的你养伤，这些事等他伤好之后说。”魏婴乖巧道：“是，师父。”魏无羡却不肯：“前辈，我的伤不要紧，我只想知道小魏婴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默了一瞬，萧峰道：“等你在灵泉里泡够2个时辰，我会让阿英把关于你爹娘死因的留影石拿给你看。”话已至此，魏无羡只能乖乖泡灵泉，可他心里却乱成一团。好不容易泡够2个时辰，魏无羡迫不及待地问魏婴要留影石。拿到留影石后，魏无羡却打不开，因为他没有灵力。魏婴见状，替魏婴打开了留影石，
还不放心的嘱咐：“大阿英，看的时候你别激动之下给我把刘影石扔到灵泉里，我还要拿着它继续回溯呢。”蓝湛道：“阿英，你的刘影石不能进水。”魏婴道：“我不确定，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要进水的好。”依炷香后，魏无羡抖着唇：“为什么？”魏婴不解：“什么为什么？”魏无羡脸色煞白，颤声：“为什么江叔叔和于夫人要害阿爹阿娘？”魏婴道：“这个问题，我准备等全部回溯结束后，问我原世界里的江丰眠和于子渊。”魏无羡喃喃道：“是啊，在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死了。”魏婴道：“江丰眠和于子渊是死了，可他们儿女还活着，不仅活着，还用他们江家对你的养育之恩，继续道德绑架你，扒拉着你不放，哪怕你付出死亡的代价，他们都还觉得你欠他们。可明明是他们一家子欠你啊。”魏婴盘腿坐在灵泉旁，絮絮叨叨诉说着他和蓝湛以及萧峰之前回溯的3个世界发生的事。担心魏婴说的嘴唇发干，蓝湛时不时地还给魏婴端茶递水。萧峰没有参与进去，而是坐在小木屋外的躺椅上喝酒。阿朱做好饭，发现魏婴还在说，微微笑了笑。阿朱道：“羡羡，阿英，你们再不吃饭，我就罚你们去挑粪。”魏婴一抖：“师娘，我不说了，你不要罚羡羡去挑粪，要罚你罚大阿英。”魏无羡从灵泉里出来，魏无羡发现他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刚要问魏婴有没有干衣服，就见蓝湛捧着一叠新衣服新靴子递给他，心下蓦地涌上一股暖流。魏无羡对蓝湛道了一声谢谢，扬起小脑袋。蓝湛望着魏无羡，一字一句缓缓道：“无论哪个时空的蓝湛和魏婴，都无需对彼此说谢谢，还有对不起。”魏无羡一愣：“为何？”蓝湛道：“谢谢和对不起放在我们身上，会有鸿沟。”魏无羡：“对了。”魏婴摸着下颌：“湛哥哥，待会吃完饭，咱们把这个世界里的你掳过来。”蓝湛道：“好。”刚换好衣服的魏无羡眼珠子一转，阿朱笑着问：“阿英，你打算怎么掳大阿湛？”魏婴道：“走上去，一棍子敲晕。”阿朱挑眉：“你舍得？”魏婴却指着魏无羡：“师娘，你应该问大阿英舍不舍得敲晕他的湛哥哥。”魏无羡懵懵道：“为何问我？我又不会拿棍子敲晕蓝湛。”魏婴道：“你不用棍子，那你用什么？”魏无羡表示：“什么都不用，因为我不会弄晕蓝湛。”萧峰道：“阿英，想让大阿湛跟你走，你只要说你知道大阿英的下落。”魏婴点点头：“也是哦。”魏无羡、阿朱摆好饭菜，都过来吃饭。魏婴笑吟吟：“来了，师娘。”吃完饭，魏婴和蓝湛一个收拾碗筷，一个负责拿抹布擦桌子，阿朱则将用过的碗筷清洗干净放好备用。